武器，这北约还在强调武器。乌克兰只进不出，美国都开始抱怨了。虽然还没到算总账的时候，但是美国已经有点不放心，要对乌克兰收点利息，给国内一个交代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讯说。武器，这北约还在强调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。斯托尔滕贝格表示，只要乌克兰需要，那北约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就应当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乌克兰击退俄罗斯，以一种胜利的方式结束冲突。对西方来说，给乌克兰提供武器完全符合西方的利益需求。只要仗还在打，俄罗斯就必然会被牵制。西方以阻止俄罗斯军事行动为名的围攻，也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。尽管无论是在战场上消耗俄罗斯，还是通过制裁从内部击垮俄罗斯，西方都已经承认了失败。但是，只要这一仗继续打下去，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那必然会受到影响啊。而只要俄罗斯过得不好，那么总有些莫名的恐俄的西方心里就会觉得踏实一点，哪怕是自己的日子也因为围攻俄罗斯过得不是很好。但是西方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打法又能维持多久呢？这一仗是西方借着乌克兰之手在跟俄罗斯打，但是也正是因为借着乌克兰之手，西方本身就没有那股死战到底的决心。如果说这是一场顺风仗还好，在击垮俄罗斯的巨大利益面前，无论是怎么支持乌克兰，西方都不会有丝毫的犹豫。这也是为何这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西方很快的就掀起了对俄罗斯的支持攻势，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也是一波接着一波。但是很显然，这一仗打得俄罗斯有点懵，没想到乌克兰的抵抗力度那么强。这一仗也同样打得西方有点懵。2014年就开始准备的西方，居然没有在战场上给俄罗斯带来多大的损失，对俄罗斯的全方位的制裁，那更是一招一招的被俄罗斯给接下来了。这也让不少的西方国家清醒了过来，并且在清醒过来之后，越想越多了。就算是西方早有准备，也从未想过乌克兰真有一天能够打到莫斯科去。这西方也很清楚啊，乌克兰肯定是要跟俄罗斯和谈的，那冲突最终会在谈判桌上结束。所以，在乌克兰注定失败，俄罗斯顶住制裁并且开始发力之后，不少西方国家就开始有些犹豫了，在考虑这该不该及时止损呢？欧盟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持开始考虑从无偿变成有偿，声称乌克兰要打多久就支持乌克兰多久的法国和德国，那更是暗示让乌克兰跟着俄罗斯谈。美国是俄乌冲突的最大受益者，也是冲突持续升级的推动者。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总价值已经是超过了775亿美元，可以说仅美国一家的援助就超过了俄罗斯2022年的军费预算。已经都做到这一地步了，又开始看不到希望的美国也都开始有些抱怨了呀。虽然现在还没有到跟乌克兰算总账的时候，这些标好价格的援助也是要在战后让乌克兰自己来偿还的，但是美国已经有点不太放心了。先不说这乌克兰在战后拿什么还，就说这俄乌冲突爆发至今，乌克兰一直都是只进不出，军事援助乌克兰就跟个无底洞一样，美国都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乌克兰偿还的那一天了。所以这美国也在想啊，是不是该对这乌克兰收取点利息呢？五角大楼开始传出风声了，乌克兰一直都接受着来自美国的军事援助，却没有拿出一笔钱找美国买武器，乌克兰也该为美国的军事援助付点钱了吧？那很显然，无偿的军事援助却没见乌克兰打出什么成果，美国也有点是顶不住了。尤其是国内反战的呼声越来越大，美国也需要乌克兰做样子，给国内一个交代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